你是否也在找寻一把可以提升你游戏表现的键盘？从去年开始啊，磁轴键盘成为键盘界的大热门、当红炸子鸡，就是这类已经被发明超过50年的键盘。但直到近几年，它的成本才终于被降下来，在性能以及功能上终于得到完善，几乎可以说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。这次是我入手的第一把磁轴键盘，来自美家是 Mad Lion 的 Nano 68 Pro。不过今天主要不是介绍这把键盘，而是单纯想跟大家分享关于一些磁轴的内容，究竟它跟机械轴有什么不同，在使用体验以及功能上有什么优缺点，我们就来先进入开箱的转场吧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打游戏非常菜的 Joe，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部影片。现在我手中的这把键盘就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磁轴键盘。虽然说它的外观看起来跟一般机械键盘是没什么太大差别的，事实上也没有差太多，主要是 PCB 上有霍尔感应器，以及为大家所知的这种磁轴。其实磁轴键盘是近几年才被发明的词汇，之前人们都称这些键盘为霍尔效应的键盘，就是 Hall Effect， 也是磁轴键盘所使用的原理。跟一般机械轴不同，磁轴的轴心都有一块磁铁，所以你在按压按键的时候，磁场的变化产生电压，让键盘上的霍尔感应器可以辨别轴体轴心的位置，以达到触发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键盘跟轴体的外观跟一般机械键盘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那为什么很多游戏玩家对磁轴键盘趋之若鹜？这就要说磁轴键盘相对于机械轴键盘有什么样的优势？首先就是可以调整的键程，就是一般电竞玩家在打游戏的时候呢，希望做出迅速的反应，所以他们期待按压键盘的时候可以越快反应越好。像是一般的机械轴，它的触发行程大概是2毫米左右，如果是一些打游戏用的银轴，触发行程可能会在1毫米多，但是对于每个轴体而言是固定的，无法更改。而磁轴就不同了，由于它辨别的是磁场变化产生的电压，所以你可以在键盘设定里自由改变它的触发键程。不管你是要正常2毫米啊、1毫米，甚至0.1毫米都没有问题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最大化键盘对你的手指的反应。再来就是磁轴键盘的第二个优点，就是较低的延迟。由于机械轴本身是2个金属弹片之间的接触产生通路，但是由于这2个金属弹片接触的讯号并不是这么的稳定，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抖动的信号。所以为了让键盘不要把这抖动辨识为键盘的2次或3次的触发，自然键盘算法必须加入去抖的功能，这就会让你键盘按压的反应时间稍微延迟了一点点。像是一般樱桃轴的延迟大概在5毫秒左右，但是磁轴在理论上就没有这样的问题，它不是2个物体的接触，它只需感应磁场变化即可，所以在轴体方面的延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再来第3个优点就是很多电竞玩家所需要的 RT 功能 Rapid Trigger 快速触发。究竟这个 RT 是什么意思呢？依然就要让我们回到机械轴的限制，因为一般人在按压键盘的时候，通常都是直接按到底的。如果同一个按键要2次触发的话，你必须把手指抬起来，然后让轴心回到复归点，让2个弹片分离。所以如果你要2次按压的话，必须把手指抬起来至少2毫米。但是磁轴依然没有这样的限制，你只要让键盘感受到轴心上移即可，这也是可以自由设定的。像一般键盘都可以支援到0.1毫米的 RT 功能，意思是说呢，你只要把手指往上抬0.1毫米，你就可以马上按压第2次。如果你玩的是一些需要连续按压按键的这个游戏呢 ，RT 功能呢，在理论上可以让你手指呢在最小限度的移动范围下完成多次触发，特别是 FPS 游戏长袖的急停，只要把手指抬起0.1毫米就可以达成这样的功能。我想这就是磁轴被称为物理外挂的原因。最后再来说一下这种磁轴键盘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独特的线性手感。说到这边，你可能会很好奇，一般机械键盘不是也有线性轴吗？但事实上是没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线性机械轴，因为你在按压轴体的时候必须推动弹片，多多少少一定会产生一些干涉，并不是那种完美的线性。但是磁轴就不一样了，里面没有弹片，按压时单纯就用直上直下的这种线性手感。虽然说平常在按压机械键盘线性轴时，你并不会感受到什么特别的阻力，但是如果你跟磁轴对比起来，手感上还是会有些许的差异。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把键盘打字，来感受一下它的声音跟手感效果吧。
这个持轴的声音跟手感比我想象中好很多，大概跟几年前的传壳结构键盘差不多。我并不讨厌。说到持轴这么多的优点，你是否也心动想要买一把来玩玩 ？But 说到马得，键盘总有那么一个 but。虽然说持轴可以带给你很多不同的功能，但是本质上持轴键盘还是有一些缺点的。首先提到的第一个缺点就是它们大多数没有3模无线，因为持轴的霍尔感应器每一个都是要供电的，比较难做成无线键盘，必须使用有线来连接。而且这类低延迟的键盘都推荐你使用原厂的传输线，你那些漂漂亮亮的行插线可能就无法使用。像这把 Nano 68，虽然它有漂亮的灯箱，但是也导致它的出线口非常的深，我所有 Type C 的线都不能用，逼不得已只能使用它这个原厂素素丑丑的这个传输线。再来第二个比较主要的缺点，就是持轴键盘相对于机械轴键盘比较不稳定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进入3C 的时代，我们周遭有太多的电器都会产生磁场，持轴的霍尔感应器很容易受到这些环境的干扰，触发可能会有不稳定的现象，甚至像很多民俗大师所说的，人体每个人都自有自己的磁场，并且这个霍尔感应器它本身就比较娇贵一点，像使用环境的周围温度也会影响它的灵敏度，甚至使用键盘 RGB 产生的那些热也会对霍尔感应器造成影响，所以相对于其他种类的键盘，本身的特性造成它比较娇贵的体质，需要软体的更新以及算法去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。在这方面，持轴键盘还有一段路要走。然后第3个缺点，其实我还没有想到，对，因为这把 Nano 68的声音手感比我想象中好很多，对，好像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堪。说实话，现在持轴键盘还是稍微贵了一点点，我指的是相对机械键盘来说。然后外观设计上相对而言比较无趣了一点，像这把 Nano 68连这个脚撑都没有给我，没办法改变这个打字角度。我之所以买这把键盘，就是因为我看上它这个灯箱的外观，打开灯呢真的是蛮好看的，并且呢我也收来这个额外的这个灯箱，不同颜色的，以及配合它颜色的主题键帽。这套是 Pickfast 的流浪计划，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小小改装它一下吧。好，换上这套流浪计划的 PPT 热升华键帽以及这个 PC 半透键帽，真的变得非常的好看。原本就还不错的 RGB 配上这个灯箱，就是满满的电竞风格。但是我熊熊发现呢，我今天好像没什么聊这把键盘。毕竟对于我这种只有在上班的时候用键盘，游戏的话就只玩单机游戏，持轴键盘特殊的功能对我来说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帮助。毕竟持轴键盘主打的是一个游戏的功能性，特别是针对那种 FPS， 像是瓦罗兰特啊、CSGO， 或是那些需要连续按压的音乐游戏，才能有效的发挥 RT 的功能，才能真正感受出持轴的魅力所在。像是对于我这种轻度玩家，机械键盘已经完全够用了，持轴的自定义键程，其实换个音轴也是有同样的效果。键盘的延迟方面，这次我使用的这把 Nano 68，的确是比一般机械键盘延迟低了一些，但是比起那些电竞大厂，像是 ROG 啊、罗技这些的，他们的无线延迟甚至比这把键盘的有线还要低。毕竟大厂还是有他们的先天科技优势，所以就现在当下的持轴环境而言 ，RT 功能还是主要的卖点。你需要这功能的话，还是可以买来尝试看看。毕竟现在持轴键盘价格已经被打了下来，1000多块就会享受到基本的功能。持轴键盘虽然可以给你更快的反应，但是要知道，并不是只有键盘的延迟而已，还包括萤幕的延迟以及电脑的延迟，甚至像是对于我这种已经年近40的大叔来说，自己玩游戏的反应总是慢别人半拍。即使再好再灵敏的键盘，对我来说打游戏还是没有任何的帮助，菜还是菜。所以今天第一次开箱的持轴键盘，搞不好也是我最后一部开箱持轴的影片。如果有说错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。毕竟那些电竞游戏我还真的没有玩过，因为我就是手残党的舅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